这也太烂了，情节不通，人物动机一坨屎。这是昨天看完《功夫女足》从电影院出来，有一哥们脸都绿了，在那嚷嚷。我当时走过去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愣在那儿整整5秒钟，然后转身回去又买了张票。我跟他说，您呐，如果把它当成足球电影看，它当然是个烂片，可您要是把它当成星爷留给咱们的一盘棋，那这可能是周星驰这辈子最走心的一部电影。您别急着反驳我，咱们慢慢聊。这片子上来豆瓣开分 6.6，5星和1星同时在热搜上抬杠，微博上好看和难看俩词条掐得跟 UFC 似的。有人说周星驰江郎才尽，有人说他还在吃老本。可是您想过没有，一部豆瓣 6.6 的电影，票房预测从14个亿一路狂飙到30亿，猫眼 9.4， 首日 2.6 亿，10天已破15亿。这种口碑撕裂、票房狂奔的奇观，本身就在告诉咱们一件事儿：这电影压根儿就不是拍给所有人当下看的。这盘棋，我坐在那儿反复咂摸，品出了2层密码。第一层讲的是格局，向外看；第二层讲的是修心，向内看。格局是国家的事儿，修心是咱们每个人自己的坎儿。您沏杯茶，咱们一层一层往深了走。先聊第一层密码，格局。我刷了3遍，注意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比赛的顺序。您猜怎么着？先踢印度，再碰韩国，中间卡着美国，最后最难打的是日本。这个顺序，您要是咂摸出味道来，会发现星爷这盘棋下的真叫一个大。印度那场几乎是砍瓜切菜，这让我想起咱们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百废待兴，家底儿薄，但那股子气势是足的。就像电影里那场球，看着就是碾压，甭管别人怎么着，咱们自己先站起来了。然后是韩国，历史上咱们跟这个邻居纠葛可不少，方方面面都有过交锋。电影里踢韩国比踢印度费劲多了，赢得没那么轻松，这特别真实。有些对手咱不是打不赢，是赢得让你得脱一层皮。这不就跟咱们这几十年在好多领域一样吗？咬着牙较着劲儿，最终咱是赢了，但个中滋味冷暖自知。美国卡在中间，电影里那个球一脚过来，像导弹一样砸下来，大不大？猛不猛？美国队看着最唬人，好莱坞大片似的，砰砰砰。但最精彩的设定是，真到拿下的过程反而没你想的那么惨烈。为什么？星爷想表达的可能是，真正的大国博弈靠的不是蛮力，不是硬碰硬，是斗智斗勇斗创新。就跟咱们改革开放这些年的智慧一样，跟美国人打交道，有时候得讲点东方哲学，以柔克刚，借力打力。最艰难的是哪一场？日本。电影里日本队那个叫老虎的组合是障眼法，哗，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给蒙住了。咱们的防守队员全被假动作晃懵了，僵在原地动弹不得。这个桥段您要是结合现实琢磨一下，是不是有点不寒而栗？有些对手最擅长的不是正面拼刺刀，而是用眼花缭乱的幻象话术让你晕，让你不知道往哪儿扑。那怎么破？咱们待会儿再说。这第一层我至少确定一件事，星爷把比赛的顺序绝对不是随便排的，他把一些话藏在了比分背后，藏在每一次交锋里，藏在角色和角色之间那些欲说还休的关系里。您再看角色设定，张小斐演的双双孤儿出身，从最底层一点点爬上来。迪丽热巴演的玉龙家庭条件好，见过世面，他跟双双之间总有一种微妙的拉扯，想靠近，又好像有文化上的距离感。俩人有一段特别关键的对话，争论李小龙那句 Be water my friends 到底是几个字，双双认为是俩字儿，玉龙认为是5个。您有没有想过这个细节到底在讲什么？他讲的是同样一句话，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孩子和一个见过世面的孩子，理解世界的角度天然就不一样，但谁对谁错，星爷没说。
他只是把这两种视角摆在那儿，让你自己品。包括那个会飞天的20号球员，除了把他想成一个能飞的人，您还能把他想成什么？可以把他想成在这个时代，那些看上去最不合群、最像异类的人，往往才是最后打破僵局的人。没有他，后面一大半故事都不会发生。好，第一层密码格局咱就聊到这儿，咱们现在来看看第二层密码，这也是最触动我的修心。这第二层密码藏在一个人身上，一个盲人女孩。电影里有那么一个镜头，对方一脚怒射，天空中突然炸开无数个足球，漫天飞舞，所有眼睛正常的人全都被迷惑了，该扑哪边，向左还是向右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唯独那个盲人女孩，她背对着球门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啪一把真球给接住了。就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明白了，周星驰这次拍的早就超出了一场足球比赛，他把整部《金刚经》放进了球场。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话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以为您看见的是足球吗？不是，您看见的是比分排名、胜负、流量、金钱、别人的评价，还有您心里那个永远在嘶吼的我要赢，我不能输的声音。这些东西不就是漫天飞舞的假球吗？您的眼睛越好，您越容易被这些相给迷惑，反倒是那个看不见的人，因为他不接这些相，他只接真实的东西，所以他接住了。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起我自己，我这辈子眼睛算是好使的吧。年少成名，写歌、拍电影、做评委，满世界晃荡，什么东西都看见了。我看见名利，看见攀比，看见谁又出专辑了，谁又拿奖了，谁比我有钱，谁比我红，我什么都能看见，却唯独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自己眼前真正该做的那件事。结果呢，心早就被漫天的假球给晃晕了。让一个人失明的，有时候不是黑暗，反而是扑面而来的东西太多了。您什么都想接，最后发现什么也没接到。后来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出过事儿，进去了半年，那半年世界突然安静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外面那些假球没了，反倒在那儿，我一层一层把自己看清楚了。这不就是《金刚经》里第二句话吗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您的心别死死地卡在一个地方，不要死死地卡在输赢上，卡在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卡在我完了，不是说我就不争了，我躺平了，那不叫放下，那叫放弃。放下和放弃中间隔着108000里，放弃是我躺下不踢了，放下是我照样全力去踢，每一脚都踢到极致，但我不再逼迫这个世界必须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答案。电影里张小斐演的双双，一开头满脑子就想赢，怕输，他把每一场比赛的输赢都变成了对自己的审判，赢了我才有价值，输了我就一文不值。您发现没？他那时候踢球身体都是僵的，动作是变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叫赢的结果住在未来，而他的身体只能活在当下的这一秒。他人在球场，心早就飞到了赛后的颁奖台或者审判台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吃饭的时候想工作，工作的时候想成功，成功的时候害怕失去。身体活在当下，心却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，到处乱窜。直到后来他腿受伤了，这是现实射来的第一支箭，这第一支箭躲不掉的，因果如此。但他有没有再给自己补上第二支箭？没有。什么是第二支箭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这下完了，我是个失败者，我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这些念头都是咱们亲手射向自己的。佛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，就叫第二支箭。第一支箭有时候你确实躲不掉，时代的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。我当年栽那儿跟头就是第一支箭，但第二支箭你是可以选择不射的，伤口不会消失，但你可以不让伤口长成你的整个人生。我在里面
最难过的那几天，差点就把第二支箭怼进心口了。后来想明白了，我不射了，我承认我疼，但我认了，我往前走了。所以电影里最后一球为什么轻轻一推就进了？因为那时候的双双已经不知道这球能不能进了，也无法保证命运就站在他这一边，但他还是把剩下的所有力量全部交出去了，不较劲了，不索取了，不向世界要一个保证了，这一脚反而成了。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全力以赴。我可以拼命，但我不再向世界索要回报。我可以想赢，但我不再依靠胜利来证明自己有价值。球离开脚的那一瞬，它进不进已经属于缘分了，但这一脚踢得完不完整，它始终掌握在我自己手里。这就叫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25年前我在电影院里看少林足球，那时候星爷在里面说了一句话，大家都记得，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当时我还不到30，年少轻狂，听得热血沸腾，觉得人生就是一股气，冲出去就是赢家。那时候我也在冲，觉得自己才华横溢，能写能唱，觉得世界就是个抽屉，我伸手就能拉开。谁要是跟我说放下随缘，我啐他一脸。25年后，功夫女足上映，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人生跌宕起伏，绕了一大圈。我坐在电影院里，看着银幕上那些姑娘踢球，看到那个盲人女孩接住球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星爷这次终于把25年前那句话的后半句给补上了。有梦想很好，但不要把梦想变成审判自己的法庭。年轻的时候需要执着，需要一口气冲出泥潭，走到人生的中途，才发现能把一个人送得更远的，往往不是攥得更紧，而是学会放下。放下比较，放下证明，放下那个非要所有人承认你很厉害的念头。您看，这一头一尾拼起来，才是一个完整的周星驰。第一层密码讲的是向外看，一个民族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战略定力，以柔克刚，不动如山。第二层密码讲的是向内看，一个人走到中年，靠的是放下执念，不再跟自己和世界较劲。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，就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智慧。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。听着谁不会啊？可您活了半辈子再回头看看，能做到的真没几个。网上有人说星爷老了，江郎才尽了。我说真正看懂这部电影的人，反而不在乎豆瓣那 6.6 分了，因为他这次拍的不是给你现在看的，他是拍给10年后的你我看的。周星驰在路演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觉得有点惭愧，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，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。一个60多岁的导演拍了半辈子电影，还在说怕辜负，这种谦卑，这种心里头还住着一个小朋友的劲儿。你说他是江郎才尽，我说他是返璞归真。25年前他告诉我们努力奋斗，25年后他借这部所有人吵翻天的电影告诉我们，努力很好，奋斗也很燃，但别忘了，你本身已经具足了。